一个小脑袋啊，还是露在这个后边的啊。从我们经典的一个 alt 视角来看呢，是能够看到他的一个脸部的啊。Hello，大家好，那么这一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天空球精 Hitman Baby 当当 Baby 当当，这个没错。那么它呢就是出自于远古公司1993年拍摄的特摄剧《电光超人古力特》。那么中间的这个主体呢就是当年93年当年的这个 DX 版原版的这个古力特。那么下边它的这一些机组呢，是我们国产老弟的一个版本。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 DX 的古力特它的一个主体当然毕竟是一款老玩具由于年代的一个技术限制它整体造型的这个美型度并没有特摄剧中的这个皮套来的要那么的帅气这个玩具的造型呢也是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了咱们路边摊上的这些个咸蛋超人的玩具那么我收到这一套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手臂以及小腿部分的白色零件呢，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发黄的，并且呢，它呢也是缺少了很多的配件的，包括它的这个武器等离子键以及它小臂后方的这个接收器都是没有的。相比起 4S 古力特的一个造型个人其实更加喜欢93版特摄剧当中我们的电光超人古力特的这个造型，它这个造型更加的简洁干练头部呢非常明显一个骑士头盔的一个设计。DX 版的这个头雕的一个造型呢，确实并没有剧中那个皮套来着更加的好看一些它的一个眼睛以及额头上方呢都是有透明件的一个应用那么在音效触发之后，它的一个透明件呢都是可以实现一个发光的。胸部呢由于要照顾到合体它的一个胸甲呢是非常的宽，更加的强壮从侧面来看我们古力特的这个身形呢还是非常的壮硕的非常结实的一个胸肌以及这个巨大的背包。转到背面在它的这个屁股上方呢就可以看到这一款它的一个铭文了。它的一个背包我们将它打开，里边呢是需要安装这么3节7号的电池的。可动性方面，首先头雕左右能够实现一定范围的水平旋转，手臂部分侧身标准90度侧身，那么曲肘标准90度的曲肘，手肘平转360没有任何问题。手腕部分也能够进行一定范围的平转它一个手臂呢也是可以实现360的旋转的，并且呢随着它的一个胳膊的抬起和落下，会分别触发它不同的音效。我们来试一下。那么这个就是它一个挥拳以及重击的这么一套音效了。另外一条胳膊呢也是有单独的一个音效。并且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透明件呢也是可以发光的。另外呢我们将它摆出像剧中一样的姿势，接着我们再触发它的一个音效，这样子呢就可以释放它的一个必杀技。好，我们来试一下古力特Beam。是的，没错。那么对应的呢，就是它古力特光线这么一个技能的音效。接着我们再把它摆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这样呢就可以对应它剧中另一个技能叫做 Flash Beam 的一个音效。好，我们来试一下 Flash Beam。并且呢我们同时将它的2只手呢同时给它举起来，还能触发它另外的一个音效。就有点类似于发射光线的一个音效不过它这招对应的具体是剧中哪个技能呢？我还没有研究明白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佬能够指教一下并且呢这款玩具还是带这个重力感应的我们将它这个手臂给它举起来，可以看到随着它重力的一个改变呢，还会触发它不同的一个音效。另外我们按住它背后的这个按钮然后再把它这个手臂同时给它抬起来，它的音效呢也会发生改变。就变成一个应该是类似于这么一个飞行的一个音效吧，个人感觉应该是并且它这个还是带体感的我们可以将它这个位置呢给它变化，这样子倒过来呢就会变成它坠落的一个音效。这样子是飞行，然后这样子坠落。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它下半身的一个可动，首先大腿呢是能够实现将近90度的一个前踢，后踢也是不到90度。侧踢来讲的话呢，范围就并不是很明显了我们可以将这个腿呢稍微这样子往内并这样子
垂直站拢的一个姿势啊，也可以稍微这样子往外啊，给它岔开一定角度啊，就这么一个站立的姿势。大腿的一个平转360啊，没有任何问题。膝关节也是啊90度的一个屈膝，以及脚踝部分啊是可以上下的一个踮脚的。一个本体的啊，除了没有腰转之外啊，整体的一个可动配置啊，在当年来讲呢，已经算是非常的强悍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拿出啊，算是他的一位同事，之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过了，同样呢是由我们塔卡拉公司制造的，就是我们电脑冒险记网络潜行者啊当中我们的主角格拉迪昂。这两位呢，他们一位是电脑世界的超级特工啊，一位呢是网络世界的守护神啊。那他们俩呢，都相当于是非常牛逼的杀毒软件啊，并且他们两个的玩具呢，都是拥有非常高的可玩性啊，非常超前的玩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套国产的啊，它的这个机组成员。首先呢啊，是我们的 Thunder Jet， 可以翻译叫做迅雷喷气机。那么从造型方面啊，非常明显能够看出啊，是致敬啊，当时也就是塔卡拉在92年的这个勇者传说系列啊当中，我们的主角泰丹他的一个支援机组地球战机的这么一个造型啊。这一套国产的呢，相比较于原版呢，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改模了啊。那我呢，也是将它啊这个身体上一些改模的部分啊，又给它照的剧中的样子啊，给它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啊，又给它改回去了啊，尽可能的去还原它啊原版的一个样子啊。那么接下来呢啊，是这辆古德坦克啊，狗都坦克，整个长度非常长的啊，这么一辆双管坦克啊。然后呢是我们的 Twin Dorilla 啊，双头钻孔机，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钻头的造型呢啊，也是比原版呢是有改模的啊。它的下方呢啊也是有这个轮子的啊，那么滚动性来讲呢比较的一般啊。那么在剧中啊，它的这3辆支援机械啊，以及古利特它的这个形象啊，都是由我们主角他的一个好基友，也就是我们的男二马场一平他来设计的啊，并且呢啊，它的这3辆支援机械呢还能够进行一个电神合体，组合成我们的合体电神狗都 Zero。接下来呢，我们来演示一下啊。首先呢，是先将我们的这个古德坦克啊给拿出来，将它两边这个炮台呢往下进行一个翻转，然后呢我们再将它下方的这个大摇板呢给它松开，再将它人形态的这个脚尖部分呢给它立起来，将它中间的这块蓝色部分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360的旋转，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进行一个360的旋转，然后脚后跟呢给它翻出来。好，接着呢就可以实现一个非常还原剧中的一个镜头啊，将它的这两端呢给它往下进行一个翻折，然后前后进行一个合并，炮台翻下来。接着我们拿出我们的双头钻孔机啊，将它这两个钻头呢对应着这个古德坦克上方的这两个洞给它插上去。好，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迅雷喷气机。我们需要先将它进行一个变形，将起落架先给它收回去，然后将它下方这一片的一个卡扣我们给它松开，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个卡扣松开，下方也是一样然后呢，我们将它整个下方这一片部分呢连同它合体的一个大头呢，我们给它这样子翻过来立起来，然后接着我们将它这个人形态的胳膊呢往下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好，然后将它这个机翼呢给它往前这么一折。两条手臂呢给它拉长，人形态的这个拳头呢我们给它翻出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手臂拉长，人形态的拳头翻出来。好的，我们将它肩膀这两片呢给它掀开，往外这么一翻然后将它整个上半身呢给它套到这个躯干上，然后呢两侧再给它卡回去。我们将它这个背包往前这么进行一个翻折。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往前进行一个翻折。好，然后我们将它飞机头上方的盖板呢给它翻开让它整个这个飞机头呢往下进行一个翻折，然后再将它整个这个人形态的头雕呢往后进行一个翻折，转到正面来。最后我们将它人形态下的这两条腿呢给它分开。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合体电神古德赛诺也可以翻译成叫做超神泽昂。
它的一个合体过程啊，类似于这种大积木式的一个合体方式啊，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合体完成之后啊，它整个人形态的一个四肢比例啊，整个的一个身材呢，还是非常的协调的。它在剧中呢啊，是由我们的这个男二号啊马场一平，他的根据啊一个可以变形的飞机机前的模型啊获得的这个灵感啊设计的。而这个会变形的飞机机前的啊，就是我们塔卡拉啊与他的这个上一年制作的，也是勇者传说系列当中啊我们的这个珍宝 C 吧啊，也就是珍宝飞鹰，它的这个玩具啊所重涂改模而来的。这是在剧中的一个设定啊。那么在现实中呢啊，它的一个造型设计啊，就是参考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擎天柱大哥他的一个形象。所以呢，我呢也是干脆啊，在改模的时候啊，就往他的这个胸部呢贴了这么一个汽车人的标志啊，以此呢来致敬啊。当然啊，这套国产的呢啊，相比较于原版呢，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改模了啊。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头部了啊，它的这个这套国产的这个头部呢，原本并不是这样的啊，原本呢啊是这么一个形象啊，可以看到跟剧中的样子呢基本上是八竿子打不着啊。那么我呢也是将它从这个样子啊给改成了这个样子，也算是比较接近于剧中的一个造型了。从侧面来看啊，因为要照顾到合体啊，它呢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背包，并且呢，因为改模的一个缘故啊，它的这个飞机头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贴合到它的一个腹部的。背面的造型呢，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可动性方面啊，由于受到合体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的古德赛诺啊，它的一个可动性呢其实并不是很好啊。那么首先头雕呢可以实现360的一个平转，那么手臂部分啊360旋转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侧身啊是可以实现一个标准90度的侧身。手肘部分呢就没有一个曲肘了，手腕部分啊由于变形缘故可以往内进行一个翻折，腰部呢是没有任何腰转的，大腿根部前踢后踢也是不行的啊，只能够实现一个侧踢。那么大腿的平转啊倒是也是有的啊。那么膝关节啊没有任何的屈膝，脚板部分啊能够实现一个踮脚。它跟我们的古力特啊整体的这个身高差距呢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当然剧中的一个差距啊倒并没有这么大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啊他们两个的一个超神合体。好的，那么我们的合体超神雷电古力特啊，就算是组合完成了。可以看到啊，那么这一套国产的机组呢，也是能够跟 DX 原版的主体呢，能够进行一个完美的组合的。合体之后啊，我们雷电古力特它的一个造型呢，个人感觉呢，也还是非常的帅气的啊。只不过呢，由于要照顾到它的一个合体的一个方式啊，它的这个头部啊，一个头盔的一个尺寸呢，非常的巨大啊。当然，剧中皮套的一个头部呢，虽然说也挺大的，但是呢，并没有它这个 DX 这一版的这个差距啊这么大哈。个人感觉的话也还好啊，就类似于一个普通士兵穿上一个防爆服的感觉啊。
从侧面来看啊，也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背包啊，收纳了我们古德赛诺它的一个上半身的零件。背面的造型，哎，就是这个样子。可以看到啊，我们古德赛诺的一个小脑袋啊，还是露在这个后边的啊。从我们经典的一个奥特视角来看呢，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脸部的啊。合体之后，它的一个可动性就更加的受限了。首先，头部呢是没有任何的可动性了，那么手臂啊依然是能够进行一个旋转，并且呢还能够触发它的一个音效。上半身可动性啊，依旧是那个样子，前踢啊不到90度，后踢啊依旧不到90度，侧踢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啊。膝关节的话呢，能够不到90度的一个屈膝啊，范围的更加的小了啊。大腿的平转倒是也能够勉强的实现一个平转。我们呢也是再来拿出另外一位超神合体啊，他的一个前辈来对比一下。没错啊，就是我们的超神合体，超神人来。那么这位呢啊是超神合体的，那么这位呢啊也是超神合体。这一位超神合体呢，它呢有这么一个 Godo Canon 啊，那么这一位超神合体呢，它呢有2个啊 Godo Canon，这一位它的这个主角啊是一个人类啊，需要和一个外星人合体啊，那么这一位啊，他的这个主角也是一个人类啊，也需要和外星人合体，那么这位啊是出自于一个特摄片，那么这一位啊是出自于一个很像特摄片的动画片。那么这套国产它的一个机组呢啊，相比较原版的是有改模的啊。首先呢，就是它的这2线机翼的一个部分啊，也就是它人形态的2个侧裙甲啊，它原本是采用的那么一个透明件啊。那么我呢也是给它换下来了啊，改成了这么一个打印件。最要命的呢是它的一个胸甲啊。那么这套国产它的一个胸甲呢，一开始呢是这种的一个造型啊，没错，是一个非常青面獠牙的一个狮子头啊。我呢也是重新啊给它建模啊，给它还原出啊这么一个原版的一个胸部的一个样子。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头部的一个造型啊，我呢也是给它增加了这么一个2侧一个天线啊，以及它中间的这么一个金色的触角啊，使得这套啊国产的一个造型呢啊，比起原来这个形象呢更加接近于啊它正版的一个造型。好了，那么这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 DX 的电光超人古力特雷电古力特。那么这期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